然后大家看有两个传感器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湿度的没改，没关系。一个是湿度传感器，一个是温度传感器。当前房间的温度是57%，默认房间现在是26度，我们的温湿度就全部显示在我们的苹果家庭里了，而且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小芯片，成本也就是10块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IT Commander。这期节目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苹果的 HomeKit 原生的温湿度传感器的制作方法。这个呢，就是它的成品，跟我上期节目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苹果 HomeKit 原生的开关用的是同一个固件，只不过我们的配置方法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小芯片呢，上面是一个 D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，然后呢再配一块这样的 ESP01的芯片，就可以实现苹果家庭原生的 HomeKit 直接显示我们的温湿度。那么这条线呢，当时我是做深度休眠用的，所以呢现在没有用了，我把它拔下来了一端。当时用深度休眠的时候需要把这根线焊上，然后呢我们这一期呢不需要这个深度休眠，所以我把这个线暂时先拿掉。如果你没有这条线呢，是很正常的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的电源线，一正极一负极。我手头呢没有合适的这个电源线了，所以呢我现在用杜邦线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看这个芯片上面，红线这边写的是 VCC， 然后右边那是 GND。我们用这个刷写器先临时给它供一下电。红线呢我们插的正极，我们看一下刷写器后边 3.3 伏是这个， 3.3 伏是这个，负极是这个。我们只是用这个刷写器暂时给它供一下电，然后我们把它插到电脑的 USB 口。大家看这个芯片上面就亮了，红灯亮起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配置这个苹果家庭了。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苹果手机，找到苹果家庭，添加配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苹果 HomeKit 的一个配件，也是 HAA 开头的，跟我们上期节目苹果的那个原生的开关是一样的。那它的配对代码呢，也是跟上期一样，02182017。这个芯片呢，也是可以完全脱离我们的 HomeKit 和 HomeBridge 来实现的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功能。而且呢，这个芯片很便宜，也是在10块钱就可以搞定，1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搞定这一套温湿度传感器。你自己再去配一个电源，或者是如果你嫌这种线不好看的话，你可以配一个降压模块，交流电的220伏转为5伏，然后直接再做一个盒子把它装进去。大家看，我们已经配对成功了。然后我们点下一步，然后识别，我们看这个识别它出来一个25摄氏度，这边是25摄氏度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温度，然后完成。然后大家看有两个传感器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湿度的没改，没关系。一个是
湿度传感器，一个是温度传感器。当前房间的温度是57%，默认房间现在是26度，我们的温湿度就全部显示在我们的苹果家庭里了，而且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小芯片，成本也就是10块钱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带大家到电脑这边来操作一下，如何把这个小芯片写成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，并且呢，把它加入到我们的 HomeKit 苹果家庭里。我们先把这些连线都断开，这2条杜邦线仅仅是供电的，我们现在不需要了。我把这个 ESP01 拔下来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传感器。现在淘宝上很多卖这种传感器现成的，直接可以有8个针直接插我们的 ESP 芯片。而且呢，这个芯片呢发热比较高，我们把它放的比较近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定的温差。这个温差呢也是可以调整的，一会儿我在电脑里面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调整这个温差。比如说你的温度在芯片工作的时候比正常的温度室内温度多2度，你可以把这个2度减掉，这样的话在苹果家庭里显示的温度就正常了。好，那我们需要的工具呢，就是一个刷写器，一个 ESP01，一个 D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。我们先把这个芯片的传感器，我们先把这个芯片插入到这个刷写器上，然后把刷写器呢直接插到我们的电脑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电脑，我呢在博客里边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跟上一期的差不多，利用 ESP01 配合 DHT11实现原生的 HomeKit 温湿度传感器，无需 Home Assistant 或者是 Home Bridge。我呢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项目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它可以把这个 ESP8266系列的芯片变成原生的 HomeKit 支持的一些小的配件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它需要的零件哈，我都在这里边有一些截图给大家。跟上一期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继电器换成了这个温湿度传感器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就不再给大家详细介绍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翻一下前面的视频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看哈，下面有3个工具，一个软件，这三个文件呢，分别是刷写我们的 ESP01 需要用到的固件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软件呢是刷写 ESP01 用的刷写软件。这些我已经都提前下载好了，在我的电脑里。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软件，我们打开软件之后呢，这边有软件的截图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软件的截图。软件启动之后，我们选择这个开发者模式。选完开发者模式之后，选第一个 ESP8266 下载工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它已经默认的帮我选好了。我上一期做节目的时候呢，就已经给大家把这个都默认的填进去了，所以它这个软件记住了我上一次的操作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再给大家继续操作了。我的网站也是有截图的，如何选这些固件，如何填这些信息。那么我给大家刷写一下这个芯片哈。我们第一个固件呢是第一个镜像是 rboot， 第二个是 blank config， 第三个是 HAA boot。后面啊这些代码呢，大家就照着填就可以了。这是芯片的开始的位置，这个固件在芯片的哪个位置开始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不用去理会它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 D-out 这个选项要选中，如果你默认没有选中的话，一定要选中这个 D-out。然后还有这个 flash size， 我们 ESP8266、ESP01 这个芯片呢，1兆的 flash， 1兆呢我们这个软件上没有，所以我们就选4兆就好了。
第一步呢，我们点这个 Erase， 我们把芯片呢清空，全部清空之后，左边这儿会有一个绿色的完成，显示完成和 Finish。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开始，大家注意前面这3个固件的勾要勾上，然后我们点击开始，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刷写我们这个 ESP01的芯片，底下有一个进度条在走。这个抗目口呢，根据你实际的抗目口去选择，我是抗目9，那个小的 USB 刷写器是串口的 ，USB 转串口的，一般呢它都是最大的一个。如果你电脑上有2个，你就选最大的那一个。然后这个波托率115/200不动。大家看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是绿色的完成了。绿色的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芯片呢从电脑上插拔一下，或者是呢摁这个刷写器这边有一个 Reset 按键，我们直接摁一下这个按键就免去了插拔。我们摁一下这个按键，这个芯片呢就重启了。这个芯片重启之后，蓝灯会闪一闪。然后我们在电脑这边点击无线连接，你会发现无线连接里多了一个 HAA 开头的一个信号名称。这个信号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小芯片发射出来的。我们点击连接，点击连接之后，它会自动的弹出一个网页来，就是这个小芯片的配置界面。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，回到网页之后呢，大家注意，我给大家准备了2段 DLT 系列的代码，一段是 DLT11，一段是 DLT22。根据你的需求，或者是根据你这个小的这个芯片上面的 DLT 传感器的型号来选择使用。如果你是 DLT11像我一样的，那就复制第一段代码，复制到剪切板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粘贴到这个 JSON config 这部分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温度的调整，还有湿度的调整。Z 代表温度， H 代表湿度。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配置文件这块，然后我们看 Z 这块我是负 0.1， 也就是说是我们要把芯片取回来的值减去 0.1 显示出来。然后湿度也是一样，减去 0.1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给大家一个举了一个例子，一般我们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减。比如说我这回配置，我把它温度改成减去2度。然后我们往下拉，我们找到自己的无线名称，然后呢，在这里输入我们的 WiFi 的密码，对应你刚才选中的那个无线信号的名称，输入它的密码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按钮。当我们点击完这个保存按钮呢，我们 ESP01这个小芯片，这个蓝色的灯会在这儿一闪一闪，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应该你仔细看一下，能看到它一直在闪。现在呢，我们是需要给它一些时间，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当这个芯片刷写完成之后呢，10分钟之后，你拿出你的苹果手机，然后你尝试添加一下硬件。我们在添加里，如果可以发现这个小芯片了，现在还没有到10分钟，芯片还在工作中，所以呢，我们还看不到。如果这个芯片工作完成了，它会在这里显示出一个刚才我视频开头一样的一个设备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芯片从烧写器上拔下来，插到我们这个 DHT11的模块上，然后把电源给它供好，就可以进行一个配对操作了。配对好之后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苹果家庭原生的温湿度传感器了。好，那这期节目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温湿度传感器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记得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